我和兄弟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，为了支持他的创业梦，我把房车都卖掉，给他凑了300万。3年以来没日没夜拼命干，可当公司做大分红时，他拿走3500万，我却只收到了250。钱收到了吧？那咱俩就此两清了。这就清了？对啊，250块，连本带利的还你当年请我吃的拼好饭。听着赵明远的话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明远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当初可是投了300万啊！300万的借款我去年就还你了，你查查银行卡，连本带息380，一分不少。此话一出，我当场愣在了原地。什么借款？那笔钱是我当时入的股。什么股？林月，咱们当年签的可是借条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股份？听完这话，我握着手机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了起来。明远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当年咱俩可是都说好了，一人1半的股份。做生意讲的是白纸黑字，谁让你不好好看合同？现在公司好不容易做起来了，你舔着脸想分钱，门都没有。说完，赵明远就挂断了电话。我站在原地，脑海里的记忆翻涌而来。3年前我们俩的对话还历历在目。林月，咱俩可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，你出钱我出力，公司咱俩一人1半，等做起来后你就等着数钱吧。当时的我对赵明远深信不疑，卖掉了父亲留给我的房子，又贷了200万的款，才勉强把钱给凑够。签合同那天，他拿着一沓文件让我签字。我先看看合同。有啥看的？咱俩这关系你还信不过我？你签个字就行，内容我来写，合同到时候给我保管就行，你也不用留底了。听着赵明远的话，我心里感觉有些不对劲，但碍于兄弟情面，当初的我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而此时此刻，我只想搞清楚一件事：当年我到底签了份什么文件？我把家里翻了一遍，没找到合同，只发现了一张当年的转账回执单。看着回执单上投资款3个字，我的心里燃起了希望。这3个字足以证明当年我是入股公司，而不单单只是借给赵明远钱。我拿出手机给赵明远发去了一条消息：我要看当年的合同。赵明远没跟我废话，直接发来了一张借条，整张借条上没有股份2个字，只有我的亲笔签名。可看着这张图片，我的脑海里却生出了疑问。我记得当初是我先签字，赵明远再填内容，相当于我签的是一张空白合同。这么算的话，这张借条有问题。想到这里，我当即赶往公司，找到了赵明远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要看那张借条的原件。想看原件？我凭什么给你？因为你发我的借条是假的，当初你让我签字的时候，合同上根本没有内容。听完我的话，赵明远陷入了沉默，过了好久才开口。林月啊，我劝你别折腾了，钱我已经一分不少的还你了，你手里现在应该也没有证据，再这样闹下去，对你没任何好处。看着赵明远这张我认识了20年的脸，我的心里不禁连连感叹，我们曾经说要当一辈子兄弟，而现在他居然用这种话来威胁我。明远，咱俩认识20年了，所以我想问你一句话，当年你让我签字的时候，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骗我？赵明远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起身打开了办公室的房门。林月，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回去吧，以后别来了。行，那咱们法庭见。当天晚上，我整理了手里所有的信息，包括微信聊天记录和银行流水。而在整理期间，我看到了一条微信记录，那是公司刚开始赚钱时，我和赵明远的对话。今年公司业绩这么好，我作为公司股东，年底是不是该大分红了？分什么红？利润全投进去扩大规模了，别老想着分钱，好好干，该你的1分不会少你的。我盯着股东2个字，心里的喜悦已经快要压制不住。虽然赵明远没有正面回应我的问题，但他也没有否认。这张截图可以证明，起码在那个时间段，他是承认我有股份的。于是，在第2天，我带着整理好的文件找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把我的诉求和目前的情况告诉给了律师。你们签合同那天还有其他人在场吗？那天只有我们2个人。那之后你们有没有在别人面前提过这件事？听着律师的话，我回忆起了过去，在公司开业第1年的年会上，有位新来的员工问过我这个问题，身边的20多个员工也都听在耳朵里。林哥，你和赵总是什么关系？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，现在是公司合伙人。赵明远当时坐在我身边，没有反驳我的话，甚至还补充了一句：林月可是咱们公司的元老人物。我把这件事告诉给了律师，律师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。如果能找到这个人为你作证的话，这个官司就能有很大几率获胜。要是你能证明你签字时的合同是空白的，基本就能赢下这场官司。听完律师的话，我当即走出律师事务所，拨打了之前同事的电话，向他讲清楚了来龙去脉。小李，前年年会上，你记不记得我说过我和赵总是合伙人？记得，我还记得赵总说你是公司的元老。听到这话，我心中狂喜，但还是强装淡定。那你愿意帮我作证吗？林哥，我目前还在公司上班呢，要是帮你作证，赵总肯定会把我开了。说完，小李就挂断了电话。我没有气馁，联系起了当时在场的其他同事，结果可想而知，没有人愿意淌这趟浑水。就在这时，赵明远的电话打了过来。林月，我劝你一句，别闹了，再闹下去对你没好处。什么意思？你知道的，我在这个行业里有点人脉，要是你非要和我打官司的话，那你就别想在这个圈子里混了。一听这话，我气得浑身颤抖。你是在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提醒。钱我已经还你了，你就当是投资失败吧。我转了你380，你还赚了80万呢。公司现在估值8000万，你分红3500万，跟我说我赚了80万，这就是借款和投资的区别。谁让你当初签的是借条呢？说完这句话，赵明远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而就在这天晚上，我突然收到了一条微信，是公司的财务发来的。林哥，方便见面聊聊吗？我有点东西想给你看。方便，时间地点你来定。明天中午，公司附近的咖啡店，我一定给你个惊喜。
第二天中午，我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店见到了小王，他直接拿出了个 U 盘放到了我面前。林哥，我听说了你和赵总的事，他做事不地道。这里是公司的财务报表，还有一些内部文件。你为什么帮我？你刚来公司的时候，赵总跟我说过你是公司股东，以后分红的时候也有你的一份。他真这么说？是的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林哥，这3年你在公司干的活儿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我愿意出庭帮你作证。听到这话，我激动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。告别小王后，我拿着 U 盘找到了律师，花了1下午时间看完了里面的内容。在 U 盘的内容里，我们可以找到几个漏洞。第一，前年你们公司股东会议的决议里有你的签名，这说明在公司的正式文件里你是被当作股东对待的，这是一份很有力的证据。说到这里，律师又翻出了几份文件，还有和供应商签的合同以及采购协议，有几份上面有你的签名，署名是股东代表，这些都能证明在公司的运营中你一直是以股东身份出现的，这和赵明远说的你只是借款人是矛盾的。听到律师的话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那我能起诉他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是我建议你先申请对那张借条进行司法鉴定，如果能证明借条上的内容是后来填写的，你赢的概率会大很多。可目前借条在赵明远手里，他肯定不会给我的。这你放心，我们可以申请法院调取，如果他拒绝提交，可以认定对他不利。说到这里，我的胸口仿佛有团火焰正在燃起。那就起诉。3天后，我正式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诉讼，要求赵明远确认我持有公司50%的股权，并给我相应的分红。起诉书送达的当天，赵明远立刻给我打了电话。林月，你竟然真把我告了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？我不管什么后果，这都是你逼我的。你有证据吗？法庭上你就知道了。还没等赵明远开口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没过多久，那张借条的鉴定报告结果就出来了。律师把报告递给我，我直接翻到了最后一页。经鉴定，借条正文内容的书写时间与签名处的书写时间存在明显差异，正文内容的墨迹形成时间约为签名后6到12个月。这行字我翻来覆去的看了好几遍，现在局面终于明朗。我当初签名的时候，借条上的内容根本不存在，是赵明远后来填上去的。这份鉴定报告基本可以确定借条被变造过。赵明远那边怎么解释？他的律师说鉴定结果不准确，申请重新鉴定，但法院驳回了申请。说到这里，律师的表情多出了几分微妙。刚才赵明远的律师联系我，提出想要和解，用500万换你撤诉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忍不住的笑出了声。我投了300万，干了3年白工，现在公司估值8000万，他一个人就分走3500，现在只花500万就想让我撤诉，想得美！这案子我跟他死磕到底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开庭那天，当法官走进法庭时，战争就此开始。我方主张被告赵明远伪造借条，侵害原告林月的股东权益，我们请求法院确认借款合同无效，确认原告持有被告公司50%的股权，并主张相应的分红款项。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，我的当事人和原告之间是借款关系，有白纸黑字的借条为证，我的当事人已经按期归还了本息，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清结。原告有什么证据？第一，转账记录，300万备注投资款而不是借款。第二，公司内部文件，股东会决议上有原告的签名，这说明在公司的正式文件中，原告一直被当作股东。第三，我们对借条申请了法定鉴定，结果显示借条正文的书写时间比签名处晚6到12个月，这说明原告签字时借条上没有内容，被告是后来自己填写的，这是典型的合同变造行为。代理律师话音刚落，被告律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，连一旁的赵明远神色也变得不自然起来。法官，当年我和林月签合同的时候，确实是我先让他签的名，内容是我后填的，可这一切都是经过对方同意的。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原告当初是同意的？此话一出，赵明远直接愣住，脸色瞬间变了。没有。被告既然承认借条内容是后来填写的，那你怎么解释借条上的内容和原告的主张不一致？原告称出资300万是为了入股，而你却在借条上写的是借款。我们当时口头约定的就是借款。听到他这般胡搅蛮缠，我气得再也按捺不住，猛地站起身。你放屁！安静！被告，你有证据证明当时的口头约定是借款吗？没有，但他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入股。话音刚落，我的律师便沉声开口：法官，我方申请证人出庭。听到这话，赵明杰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就在这时，证人小王缓步走了进来，站定在证人席上，他目光平静地望向审判席，一字一句清晰开口：我作证，原告林月在公司内一直都是被大家公认的股东，而且公司股东会决议、采购合同等文件上都有原告以股东代表身份的签名。话音落下的同时，赵明远气得攥紧拳头，重重砸在桌沿上。被告，你对证人的陈述有什么意见吗？他在公司工作，拿我的工资，他说的话能信吗？证人现在已经离职，与被告不存在利益关系，而且证人的陈述和公司内部文件相互印证，具有可信度。就在赵明远刚要起身反驳时，被告律师及时拉住了他。别说了，越说对我们越不利。接着法庭进入辩论阶段，我的律师做最后陈述。第一，原告的300万是投资款，不是借款，转账备注写的是投资
资款，原告一直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经营。第二，借条是被告在原告签名后自行填写的，原告签名时对借条内容不知情，这是典型的合同变造行为。第三，被告在公司内部文件对员工的说明中都把原告当作股东对待，被告现在翻脸不认人，是典型的背信弃义。我们请求法院依法判决，确认借款合同无效，确认原告持有被告公司50%股权，并主张原告应得的分红。原告没有书面的入股协议，股权主张缺乏直接证据。还没等被告律师把话说完，法官就直接打断了他。证人证词清晰明确，本案事实已有足够佐证，不必再做无谓纠缠。这话一出，被告律师当即收了声，没有再继续争辩。本院认为，虽然原告没有书面入股协议，但综合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以及证人的证词，可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足以能够认定原告是公司股东，借条是被告变造，不具有法律效力。听到这里，赵明远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等待判决的日子期间，赵明远的律师找到了我。林先生，赵总这边说愿意把和解金额提高到1000万，您看如何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要的是一个公道。很快时间来到了判决这天，我来到法院拿到了判决书。整整熬了3年，从最开始的300万变成一张欠条，最后又变成股权，兜兜转转这么久，我总算是把属于我的东西一分不少的拿回来了。很快1750万打到了我的账户上，我看着银行卡上的数字，眼泪不知不觉的从眼眶滑落。回想起3年前，我卖掉房子，把所有的钱都交给了赵明远，我以为我是在赌一个未来，没想到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。这3年，我在他公司里累死累活，没有正式工资，没有正经身份，跟个打杂的一样。他在朋友圈晒宝马、晒新房，风光无限，而我却只能在出租屋里啃着泡面。现在我全都要回来了。后来我把这3年的经历原原本本的发到了网上，没过多久，这个帖子直接火了，评论区更是炸开了锅。这种人也太缺德了吧！还好楼主保留了证据，不然真的要被坑死。他这种人迟早要遭报应。这期间帖子被人转到了行业群，一夜之间满城风雨。有人说他的供应商纷纷解约，还有人说公司在大规模裁员。我不知道这些消息是真是假，我只在意这场纠缠终于画上了句点。就在判决生效后的1周后，赵明远主动打来了电话。林月，我承认当年那件事我做的不对，但你也没必要把事情发到网上吧？现在搞得我公司都快倒闭了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我过分？3年前你哄着我签空白协议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过不过分？3年里你把我当牛做马使唤，脏活累活全是我的，好处半毛没有，你怎么不说过分？到了分红你就转我250，你真当我是250？你落到今天这一步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这话一出口，赵明远在电话那头直接被噎得没了声响。我攥着手机再次开口，我没泼你脏水，没编半句瞎话，我只把事实发了出去。你公司快倒了，是你自己做的，法律还我公道，网友看清你这个人，这些都是你应得的。没等他反应，我直接挂了电话。判决生效后，我成了赵明远公司的股东，但没再插手经营。我让律师跟他谈股份回购，按公司估值8000万来算，我股份值4000万，扣除已拿的1750万分红，他还得再付我2250万。在这之后，赵明远又找到了我。公司是我一手做起来的，凭什么给你4000万？凭判决书。赵明远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终究还是松了口。公司现在经营不好了，估值缩水了，那就按现在的估值算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赵明远请了评估机构，评估结果是6000万，最后他还要给我1250万。在签完股权回购协议那天，赵明远又开始打起了感情牌。林月，咱俩20年兄弟，就真的要做到这份上，连一点情面都不给我留？听到他说的，我抬眼望着他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。现在你跟我说情面，你让我签空白纸的时候讲过情面吗？我在公司当牛做马3年，你只给250分红的时候讲过情面吗？我找你要说法，你拿人脉威胁我的时候有讲过情面吗？这番话听得赵明远红了脸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哀求。当初我也是被利益冲昏了头，我以为你不会真的跟我撕破脸。赵明远，不是我不留情，是你从一开始就没把我当兄弟。我今天拿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应得的，是你欠我的。面对赵明远的亲情攻势，我始终不为所动。就在此时，他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再次开口：林月，我看你就是故意把事情闹大，毁了我的公司，再趁火打劫，低价收走股份。我看你就是存心的。那你高估我了。我把事情发到网上，不是为了搞你，是为了出一口气。你公司怎么样和我没关系，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听了我的话，赵明远当场僵在原地，半天没回过神。我懒得再跟他多费半句口舌，凛冽的冷风迎面扑来，瞬间吹散了我心底最后一点迷茫。而身后赵明远的目光跟针似的扎在我后背上，可我连半分回头的念头都没有。几天后，剩下的钱也一并到了账上。就在这天，我拿起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。妈，事情办完了。钱都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加上分红和股权回购款，一共3000万。听到这话，电话那头的母亲瞬间红了眼眶，泪水止不住的往下掉。沉默了几秒后，才强装平静的缓缓开口：你爸要
是知道了，肯定高兴。妈，我打算用这笔钱在爸当年那套房子附近重新买一套，这样就感觉爸还在。行，妈支持你。1年后，我在老家买了套房，3室1厅，离爸当年那套房子很近。装修的时候，我把爸的遗照挂在客厅里。爸，儿子没给您丢人。在这之后，我把母亲从老家接来跟我一起住，她负责照顾我的衣食起居，每天做饭养花，日子安稳。我用剩下的钱开了家贸易公司，不大，但很安稳。我不再相信一夜暴富，我只相信踏踏实实，一步一步把日子过好。这期间，我在之前的客户那里听说赵明远的公司倒闭了，他欠了一屁股债，连房子和车都卖了。有人说他现在一家厂里打零工，我没去打听，更没兴趣知道。很快，新的一年来到了。就在这天，我收到一条微信，是小王发来的。林哥，新年快乐！谢谢，你也是。林哥，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，让我想到了你。什么新闻？接着小王发来一个链接，我点开链接看了一眼，里面是一个年轻人被所谓的朋友骗走50万，当初也是轻信对方，在空白纸上签了名，最后才发现那竟是一张借条。评论区里群情激愤，骂声不断，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最终写下了一条评论：别放弃，留好证据，走法律程序。当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，最后赢了。发完评论，我关掉手机，走到窗边，窗外是漫天新年烟火，流光漫过玻璃，在眼前铺成一片温柔的璀璨。厨房里母亲还在忙着做饭，饭菜的香气悄悄飘进屋里，暖得让人安心。这一刻，这3年所有的委屈与不甘，都在漫天烟火里慢慢消散。那100万和3年青春，我终究全都拿了回来。我从不是为了争输赢，只是想守住自己的心，过安稳平常的日子，往后不回头，不纠结，踏踏实实的往前走。这人间烟火，岁岁年年，本就是最好的答案。